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活动中突然晕倒的画面震惊了全世界。事后他解释说是因为过度疲劳和轻度肺炎。然而，他的私人医生后来在一次非正式访谈中透露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希拉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惫，更多的是精神能量的耗竭。在长达18个月的竞选期间，他每天要面对成千上万的人，接收各种各样的情绪和能量，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希拉里的医生还提到，在那段时间，希拉里身边总有几个特定的人，每次与他们会面后，他的状态都会明显下降。这些人表面上是支持者和顾问，但实际上却在不断的抱怨、批评，甚至提出无理的要求。他们像能量吸血鬼一样，不断地消耗着希拉里的精力和注意力。最终，希拉里的团队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重组他的亲密圈子，远离那些能量吸血鬼。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希拉里的状态明显好转，尽管最终没能赢得大选，但他的精神状态和表现力都有了显著提升。希拉里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能量的交换和影响。有些人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能量，让我们感到振奋和充满力量，而有些人则会消耗我们的能量，让我们感到疲惫和沮丧。识别并远离那些能量吸血鬼，对于保护我们自身的能量和健康至关重要。人与人之间真的是有磁场的，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有些人你跟他接触完之后，觉得浑身都不自在，心也很乱，莫名烦躁，就是因为他身上是有浊气的，真的能在短短的时间内拉低你的能量层级，给你带来霉运，让你心态崩盘，事情不顺，方方面面的不如意。在现代社会，我们每天都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和交流，从家人、朋友到同事、客户，再到社交媒体上的陌生人。在这些互动中，能量的交换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如果我们不能识别并远离那些消耗我们能量的人，我们就会像希拉里一样，逐渐耗尽自己的精力和活力。那么，如何识别那些正在偷走你能量的人呢？让我们来详细探讨一下。第一类，习惯性抱怨和发泄的人。这类人总是看到事物的负面，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找到抱怨的理由。他们的生活似乎永远充满了问题和不幸，而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向你倾诉这些负面情绪。打个比方，比如你最近工作生活都还不错，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突然你碰到了一个人，他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工作不开心，感情不顺利，每天蓬头垢面，一脸碎相，拉着你就是喝大酒，倒苦水，怎么劝都没用，你就像个垃圾桶一样，吸收了大量的负面信息，而且不只是抱怨，还有很多消极负面的思想。你试试啊，见完他回来之后，你就不会有好事儿，因为你的运气被消耗，能量流失而不自知。而他见完你之后，没准方方面面都有了起色，因为他在吸走你的能量。人的想法、意念都是能量，而抱怨就是把这股负面能量以语言的形式释放出来，发射到你身上。好莱坞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曾在一次采访中分享了他的经历。他说，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每次见面他都会抱怨行业有多么不公平，导演有多么刁难他，机会有多么稀少。起初我以为他只是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但后来我发现，每次和他交谈后，我都会感到异常疲惫，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直到有一天，我的导师告诉我，汤姆，远离那些总是抱怨的人，他们会偷走你的梦想。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减少与这位朋友的接触，专注于那些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汤姆·汉克斯的经历并非个例，心理学研究表明，负面情绪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当我们长时间暴露在负面情绪环境中时，我们的大脑会不自觉地模仿和吸收这些情绪，导致我们自己也变得消极和沮丧。这就是为什么与习惯性抱怨的人相处后，我们常常感到精疲力竭。那么，面对这类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明确一点，你不是他们的救世主，也不是他们的心理医生。尝试去拯救他们，通常只会让你自己也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最好的方法是设定明确的界限，减少与他们的接触时间，或者在交谈中引导话题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些都不奏效，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能量，你可能需要考虑减少或中断与他们的关系。第二类，自我中心非常明显的人。这类人在交谈中总是把焦点转向自己，无论你在讲什么，他们都能找到方法把话题拉回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对你的生活、感受和观点几乎没有兴趣，只关心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只要讲起话，不管聊什么，都是我怎样怎样，交谈的内容都得围着他来，总要你去关注他，聚焦他，肯定他内心有一股非常强烈的表达和掌控的欲望，像一个无法满足的黑洞。他就是在用这种主动话题和强势输出来吸收你的能量，以此搭建他自我展示的舞台。如果你迎合他持续半小时，你感受一下，真的会有那种头晕目眩甚至缺氧的感觉。硅谷著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他说，在商业会议中，我总能迅速识别出那些能量吸血鬼，他们通常是那些不停说话却从不倾听的人。他们会打断别人，强行插入自己的观点，即使那些观点与当前讨论的主题毫无关系。与这样的人共事是极其消耗精力的，因为你不仅要处理实际的工作问题，还要不断地应对他们的自我表演。马斯克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建立了一个简单但有效的规则，在重要会议前，他会明确告知所有参与者，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但必须尊重他人的发言时间。如果有人反复打断或垄断讨论，他会直接指出这一点，必要时甚至会请这个人离开会议。这看似严厉的做法，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团队的工作效率，也保护了每个人的能量和创造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有马斯克那样的权威来直接制止自我中心的人，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保护自己的能量。例如，在交谈中设定时间限制，提前计划好离开的借口，或者在对方滔滔不绝时适时地转换话题或引入其他人参与讨论。记住，你没有义务成为任何人的观众或捧场者，特别是当这种互动让你感到疲惫和消耗时。你要相信，你接触完一个人之后那种生理报警的反应，你的身体真的会比你的大脑更敏锐地提醒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先于我们的意识察觉到能量的流失、头痛、疲惫、烦躁、注意力不集中，这些都可能是你正在与能量吸血鬼互动的信号。第三类，伪装成弱者的操控者。这类人可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手段更加隐蔽和复杂。他们通常表现得非常脆弱和无助，激发你的同情心和保护欲，让你不断地为他们付出时间、精力和资源。如果前两种是那种明目张胆地掠夺你的能量，那第三种很隐蔽，不易察觉的就是那些伪装成弱者，让你产生同情、怜悯，甚至想要去不断帮助他的人。天助自助者不自助，只想要别人来拯救他的人，就像无底洞的吸血鬼，不仅会偷走你的能量，还会浪费你的善良，而且就算你治得了他的病，你救不了他的命。反而当你一旦停止对他的帮助，他还会对你生米恩，斗米仇，
甚至是恶语相向。奥普拉·温弗瑞这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无数这样的人。在他的一次演讲中，他分享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我曾经试图拯救每一个向我求助的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值得第二次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有些人并不是真的想要改变，他们只是想要一个永远支持他们、为他们付出的人。这些关系最终变成了单向的能量流动，耗尽了我的精力和资源。奥普拉学到的是什么？他说，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珍惜你的支持，并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而那些只想依赖他人的人，无论你给予多少，都永远不会满足。学会区分这两类人，是保护自己能量的关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他人的困难视而不见。同情和帮助他人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但关键在于识别那些真正需要并珍惜帮助的人，与那些只想永远依赖他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会因为你的帮助而成长和改变，后者则会将你的善意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在你无法继续满足他们需求时表现出怨恨和攻击性。总之，人与人之间能量的交换每时每刻都在暗地里细密地进行着，甚至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可能在你自己都没有发觉的时候，就被干扰的磁场借走了运势。尤其当你的内在还没有足够的强大，一定要保护好你的能量系统，否则你的善意和付出不仅对于他人只是杯水车薪的徒劳，对于你也是阻碍了自己去变得更好。那么，除了上述三类主要的能量吸血鬼外，还有哪些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能量呢？第四类，永远的受害者。这类人总是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别人的错，从不承担责任。他们的生活似乎是一连串的不幸和背叛，而他们自己则永远是无辜的受害者。英国著名作家 J.K. 罗琳在创作《哈利波特》系列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单身母亲，靠救济金生活，还患有抑郁症。然而，他并没有沉浸在自怜自哀中，而是每天抽出时间写作，最终创造了一个魔法世界，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影响了全球数亿读者。在一次演讲中，罗琳说，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的生活比我当时困难得多，但他们选择了永远抱怨命运的不公，而不是尝试改变现状。与这些人相处是极其消耗精力的，因为无论你提供什么建议或支持，他们总有理由解释为什么这对他们不起作用。最终，我学会了与那些即使在困境中也能保持积极态度的人在一起，这对我的创作和恢复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第五类，情绪不稳定的人。这类人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一会儿兴高采烈，一会儿又沮丧低落。与他们相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遇到什么样的情绪风暴。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你始终处于紧张和警惕状态，极大地消耗你的精力。好莱坞演员威尔·史密斯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一段与情绪不稳定的合作伙伴共事的经历。他写道，每天走进片场，我都不知道会遇到哪个版本的他，是那个充满创意和热情的人，还是那个暴躁易怒、对一切不满的人。这种不确定性让整个拍摄过程变成了一场情绪过山车，不仅影响了我的表演，也耗尽了我的精力。史密斯最终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他说，我学会了在情绪上与他保持距离，专注于工作本身，而不是试图理解或改变他的情绪。这种心理上的界限保护了我的能量，也让我能够更专业地完成工作。第六类，永远的批评者。这类人似乎对一切都不满意，总能找到批评的理由，无论是电影、餐厅、政治还是他人的生活选择，他们很少表达赞美或欣赏，而是专注于寻找缺点和问题。
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白宫的8年里，面对了无数的批评和质疑，从她的穿着打扮到她推动的健康饮食计划，都成为了批评的目标。在她的自传《成为》中，她分享了如何应对这些负面声音的经验。米歇尔写道：起初，每一条负面评论都会刺痛我，让我怀疑自己的价值和决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区分有建设性的批评和纯粹的负面攻击，前者可以帮助我成长和改进，后者则只会消耗我的能量和自信。我开始有意识地远离那些永远不满、只会批评的声音，专注于那些即使不同意我的观点，也能以尊重和建设性方式表达的人。这种选择性关注的策略不仅适用于公众人物，对我们每个人都同样重要。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和认可我们。重要的是识别那些真正关心我们成长的建设性批评，与那些纯粹为了批评而批评的负面声音。第7类，控制狂。这类人总是试图控制周围的一切，从你的穿着、言行到生活方式。他们可能以关心和爱护为名，实际上却是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与这类人相处，你会感到窒息和压抑，因为你的自主权和选择权被严重限制。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公司早期就面临过这样的挑战。他的一些投资者和顾问试图控制公司的发展方向，要求他采取更传统、更快速盈利的商业模式。但扎克伯格坚持自己的愿景，拒绝被这些外部压力所控制。在一次采访中，扎克伯格说，创业初期最困难的部分不是技术挑战或市场竞争，而是来自那些试图控制你和你的公司的人的压力。他们以经验和专业知识为借口，实际上却是在推动自己的议程。学会说不，坚持自己的愿景，是我作为创始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这种坚持自我、拒绝被控制的态度，不仅适用于商业决策，也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我们感到自己的选择和自由被他人过度干涉时，这可能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正在与一个控制狂互动，需要设定更明确的界限来保护自己的能量和自主权。那么，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能量吸血鬼，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能量场呢？首先，提高自我意识，学会识别那些与特定人相处后让你感到疲惫、沮丧或情绪低落的模式。你的身体和情绪状态是最好的指南，告诉你谁在偷走你的能量。其次，设定明确的界限，这可能是物理上的界限，减少见面的频率和时长，也可能是心理上的界限，决定哪些话题你愿意讨论，哪些不愿意。记住，设定界限不是自私，而是自我保护的必要手段。第三，学会说不。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成为能量吸血鬼的目标，是因为我们太容易答应他人的要求，即使这些要求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或意愿。学会礼貌但坚定地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是保护自己能量的关键。第四，培养积极的人际关系，有意识地增加与那些能给你带来积极能量、支持和鼓励的人的接触。这些关系不仅能补充你的能量，还能为你提供情感支持和成长的机会。第五，加强自我照顾，通过冥想、运动、充足的睡眠和健康的饮食来增强你的能量场。当你的内在能量足够强大时，你自然会对外部的负面影响更有抵抗力。第六，练习情绪分离，学会将自己的情绪与他人的情绪分开。当你与一个负面情绪强烈的人互动时，提醒自己，这是他们的情绪，不是你的。你可以表示理解和同情，但不需要吸收或承担他们的负面能量。最后，记住一点，你不能改变他人，只能改变自己的反应和选择。
有些人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但这不应该成为你继续允许他们消耗你能量的理由。我们的注意力和能量是最宝贵的资源，学会保护这些资源，不仅是自我保护的行为，也是确保我们能够实现自己潜力和目标的必要条件。就像飞机安全指南中所说的那样，在帮助他人之前，先确保自己的氧气面罩已经正确佩戴。只有当我们自己的能量充足时，我们才能真正的帮助和影响他人。总之，人与人之间的能量交换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通过提高自我意识，设定健康的界限，选择积极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能量场，避免被那些能量吸血鬼所消耗。记住，这不是自私，而是自我保护和自我尊重的表现。只有当我们自己的能量充足时，我们才能真正的活出自己的潜力，也才能真正的帮助和影响他人。正如希拉里·克林顿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我最终明白，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而是必要。只有当我自己的杯子是满的，我才能为他人倒出水来。这句话道出了能量保护的核心真理：自我照顾是服务他人的前提，而不是障碍。让我们学会识别并远离那些偷走我们能量的人，同时培养那些能够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关系。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世界中，保护我们的能量场不仅是生存的策略，也是繁荣发展的基础。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